我们学习导数这部分呢，经常要用到放射公式。那么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重要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放射公式，以及呢这个放射公式在具体问题当中的使用。好，大家看这样一个不等式 ，e 的 x 次方大于等于 x 加1，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放射公式。那么我给大家证明一下这个不等式它等价于 e 的 x 次方减 x 减1大于等于0，给它移到同一侧，然后我构造函数，令 f(x) 等于 e 的 x 次方减 x 减1。接下来呢，我用求导的方式求一求这个函数的最值，所以接下来给这个函数求导 f(x) 的导等于 e 的x 次方的导依然是 e 的 x 次方 ，x 的导是1，它就变成 e 的 x 次方减1。然后呢，我们极值点是令导数等于0的点，我们就令导函数等于0，也就是 e 的 x 次方减1等于0，也就是 e 的 x 次方等于1，1就等于 e 的0次方。e 的0次方，所以我们就推出此时此刻 x 是等于0的。那么 f(x) 的导大于0呢，就推出 e 的 x 次方减1是大于0的，就推出 e 的 x 次方是大于1的， 1是 e 的0次方，所以我们就得到 x 是大于0的。同样呢， f(x) 的导小于0，一定就会得到 x 是小于0的。那么那个呢，我们就不用再做了因为已经非常清楚了，说明我这个函数 f(x) 是在 x 等于0处拐弯了。x 大于0的时候，导函数大于0，函数就单调递增。显然 x 小于0的时候，导函数就一定是小于0的，函数是单调递减的。x 等于0的时候，导函数等于0，极值点就是使导数等于0的点，说明 f(x) 这个函数它有极小值，极小值是在 x 等于0处取到的 f0。那么把 x 等于0带到原函数当中 ，e 的0次方是1，1减1是0，x 还取0，所以它最小值就是0。所以所有 f(x) 的值它都大于等于它的最小值，于是我们就得到 e 的 x 次方减 x 减1是大于等于0的，即 e 的 x 次方一定是大于等于 x 加1的。等号取得的条件呢，在什么地方取得呢？当且仅当 x 等于0的时候，当且仅当x 等于0的时候，我们取到这个最值，也就是取到这个等号，等号是成立的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切线放射不等式。好，这个放射公式在这道题当中它是如何应用的呢？同学们快速的读一下这个题这个题给了我2个函数，一是 f(x), 还给了我一个 g(x), 它们俩的差大于等于1是恒成立的。解决这种问题，我们一定要先求定义域。我们观察到这个对数的出现，所以零和负数没有对数，真数一定大于0。我们先要确定质变量的取值范围，定义域是 x 属于0的正无穷大。接下来这个不等式我们按照题中所说 ，g(x) 减 f(x) 大于等于1。g(x) 呢，它是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减2，减去括号 ln(x) 减去 kx 倍的减去 kx， 它是大于等于1，这样一个不等式。它是恒成立。展开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减去 2x 减去 ln(x) 加上 kx 减1，它是大于等于0的，这样的一个不等式它是恒成立的。
那么我们以前一定知道啊，如果知道了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一个含参的不等式恒成立，求参数的取值范围，满足上述的3条，一定要用分离参变量的办法去做。你看，我们知道了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一个含有参数 k 的不等式是恒成立的，而我们要求的是参数的取值范围。上述3条满足了之后，那么我要求 k 的取值范围，就要分离参变量啊，把这个参数 k 和变量 x 分离出来。所以我们接着向下整理 ，k(x) 留在左边不动，大于等于把和不带有 k 的式子通通都移到右边，所以我们就得到 2x 减去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它移过去加上 ln(x)， 把1移过去加上1。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啊，我要求 k 的取值范围，把 k 保留在一侧，所以继续分离。由于 x 是大于0的，所以 k 是大于等于 x 分之 2x 减去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加上 ln(x), 然后再加1的形式。分离完参变量，接下来干嘛啊？接下来当然要构造函数啊，所以我要构造一个函数，令 f(x) 啊，它提到 f(x) g(x)， 那我就用 h(x), 它就等于 x 分之 2x 减去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加上 ln(x) 再加1。构造函数的目的是什么？构造函数，因为我 x 是从0到正无穷大取值，它在0到正无穷大上每取一个值，我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 y 值，我有无数个 y 值。那么要想做到这个式子恒成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求这个函数的最大值。最大值带到这里来，最大值都小于等于 k。换句话说 ，k 大于等于它的最大值，那么它所有的值都比它大，它才能够做到恒成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转化成了，知道了自变量取值范围 x 是大于0的，要求这个函数的最大值。那么很显然呢，这个函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函数，所以要求它的最大值，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用普通的常规的，你看既有对数的形式，又有指数的形式，所以要求这个函数的最值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用刚才的放缩公式。这个怎么放缩啊？分母呢，我们就先不动，分子呢，我要动一动啊。分子呢，我一共有这么多项，1加上 ln(x) 加上 2x， 1加上ln(x) 我给它写在最前边，加上 2x 我们先不动。那我下手动的就是 x 倍的 e 的 x 次方， x 倍的 e 的 x 次方我把它拿出来，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它并不符合我这个放缩公式的形，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系数 x 处理一下，我把这个 x 变成 e 为底 ln(x) 做指数，以 e 为底 log 以 e 为底 x 的对数，它依然是 x 啊，这个是对数恒等式，我们大家都学过的。然后呢，乘以 e 的 x 次方，现在就变成了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它就变成 e 的 ln(x) 加上 x 这么多次方。好，现在呢，它就符合了这个 e 的多少次方的形，在我的眼里，它这个代数式就相当于放缩公式里的这个 x， 所以呢，它一定是大于等于这个 x 加1，它就是 x 加上 ln(x) 然后再加1，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就大于等于它。那我们这是减号啊，所以我在从它开始扩展到我的这个代数式分子的样子。那么负的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它就小于等于负 x 减去 ln x， 不等号方向改变，因为两边同时乘以负1，然后再减1啊。接下来呢，我再加 2x 加 ln x 再加1，所以我在负的 x 倍的 e 的 x 的基础上，我要给它加上一个 2x。再加上一个 ln x， 然后再给它加个1，你看是不是我分子它是减去 x 倍的 e 的 x 嘛？整个分子的代数式就出现了，在左边小于等于，我是在它的基础上加的这3项，每一项都加，左右两边都加，所以负 x 减去ln x 减1，它也得加1加上ln x， 再加上2x。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惊讶的发现正负1约掉了，正负ln x 也约掉了，2x 和负 x 合到一块儿就变成一个 x 了，也就是这个代数式就是小于等于 x 的。那么由于 x 是大于0的数，左右两边同时除以 x， 也就是 x 分之1加 ln x 加上 2x 减去 x 倍的 e 的 x 次方小于等于 x 除以 x， 它就是1。你看这么一小坨，它是谁呢？它就是 hx 啊。也就是 hx 是小于等于1的，它都比1小，所以我们就得到 hx 它果然有最大值，最大值就是1那么上述的这个不等式如果要恒成立，你就要大于等于它的最大值，于是我们就知道 k 它是大于等于1的。你看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巧用了一个放缩公式之后，就使得它变得思路特别顺畅，解题过程也很简略。那算到这就完了吗？当然没完我们要找到等号存在的条件。等号存在的条件在哪里呢？同学们再看，我刚才在给大家证明这个放缩公式的时候，我们要说当 x 等于0的时候这个等号才是成立的，当 x 等于0的时候等号才成立。那对于我这个改造后的放缩公式，谁相当于那个 x 呢？是这个代数式，但是它取到0，我这个等号才是成立的。那么这个代数式能不能取到0呢？所以接下来我还要构造一个函数，我把这个代数式搬过来，令 φx 等于 ln x 加上 x， 其中 x 是大于0的，我看有没有 x 取了哪一个值，使得它恰好等于0它只有等于0，我才能够取到这个最值。好，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我就给这个 φx， 我观察它是如何单调的。ln x 这是典型的单调增 ，x 这也是典型的单调增，增加增 φx 它就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函数。那么它的图像呢，我们可以大致的勾勒一下，这是 x 轴，这是 y 轴。好，看看这个函数的图像，因为我 x 只能是取大于0的数嘛，那么它的图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一定是存在于 y 轴的右侧。我取一个特殊的值，比如说我取一下令 x 等于1/1，则
ln 分之一 ln 的负一次方，所以它就是负一。负一要加上一啊，2.718分之一，负的2.718分之一加上一，显然 φx 它是个小于0的数。那我再令一下 x 等于1啊，大致我们找一下，看看它有没有零点，它零点的范围就可以了。令 x 等于1 ln 1是0， 0加1 φx 是等于1的，也就是 φx 它是大于0的。1分之一在这里，1在这里，取1分之一的时候是负的，取1的时候是正的，显然我的图像是穿过了 x 轴啊，和 x 轴的交点落在1分之一和1之间。这个值到底等于多少，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存在这么一个 x0， 一定会存在这么一个 x0， 使得 φx 等于0了，也就是等号是可以取到的了啊。那我再多说一句，那这个 x0是什么呀？是这个函数 φx 这个函数的零点呢？但是它不确定，不知道它到底等于几，所以这是一个隐零点。但是呢，即便它是个隐零点，总是有这么一个 x 的取值，使得它等于0了，也就是我这个等号是一定能够取到的，所以 k 的范围大于等于1是确定无疑的。好，同学们学会了吗？放射公式以及放射公式的应用，在应用的时候呢，可能略略的有一点小小的变形。最后不要忘了考虑等号存在的条件。